大家好，我是西蒙 AK， 住在东京的拉面浪人。看到这个背景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吧？大阪啊，各位，大家不断在留言敲碗大阪拉面的介绍，我全部都看到了。但是还有谁也看到了呢？Rakuten 乐天旅游也看到了，各位。当然了，除了有大家支持之外呢，乐天旅游呢，终于让我走出东京，跨出东京，所以我已经等不及要把我大阪拉面的口袋名单介绍给各位了。那现在真的很热，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吃拉面了。Go！ この番組は楽天乐天旅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送りました。好，首先呢要带大家来吃的是一个位于13站的这个拉面店，它的名字叫做 Chuka Soba 桶面。那如果有追踪我 IG 阵子，应该都知道这家店啊，是我每次到大阪，只要一踏上大阪这边的土地，我就会直接先跑来这边刷一碗。刷一碗什么呢？它最招牌的 TKN 生蛋拌面。我相信大家看到这边，一定首先提出一个质疑哦，就是只有生蛋跟面啊，这样是能够多好吃？有好吃到让你每次到大阪就一定要跑来这家吃吗？嘿，有，真的有。那这碗生蛋拌面它的构成很简单，就是面体、蛋黄还有它的酱汁。那把面呢跟蛋黄、酱汁这样全部搅在一起吃，这么简单的构成，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它的酱汁真的非常厉害，咸甜咸甜，咸香咸香。然后呢，可以把它的自家自面的面体的小麦香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嚯！它的面体的那个小麦香气真的是，我其实很难形容它到底是什么味道，但是我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想象一下，你就想象你是在吃寿喜烧，然后呢把面跟生蛋黄还有酱油这样搅在一起，漱一口，哇！新世界，嘿，就真的不用多说什么，就真的请大家一定要来试吃一次看看。这是简单暴力，5分钟我就可以将吸尘器把面全部吸完，然后呢走出店家，非常好吃。那这个同玉你在点的时候呢，可以选1球面跟1.5球面，那价钱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它可以选冷的还有温的。我个人真的是强烈推荐，一定要选冷的啊！那相信有看过我介绍冷面的影片的观众呢，一定也知道，就是我认为这个冰镇过后的面体呢，绝对是更能够尝出它那个小麦香气的那个细腻感。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要用最完美的方式来享受这碗同玉的话，我推荐大家选冷的。那最后呢，也跟大家讲一下这间店的排队方式，它是在门口有一个 QR code，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扫那个 QR code， 然后你可以领取号码牌。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15分钟就可以直接走出店里面，所以呢，这家店的回转率是非常快的。就算你拿到号码券，看到前面哇，实际主人好像要等30-40分钟。我的经验是啊，他写30-40分钟，通常大概等15分钟，你就可以进店里面了。好，那我的大阪拉面之旅是用这碗简单暴力的中华寿瓦头面做开场，那我们就继续看下一家。好，都来到大阪了。那大阪拉面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盛行的口味。那这个口味呢，也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口味，那就是泡系鸡白汤。那所以呢，这支影片呢，当然也是要带大家去吃好吃的泡系鸡白汤。那我要介绍给大家的是呢，位于上新庄站的拉面屋阿卡基这家店呢，在大阪的泡系鸡白汤里面呢，绝对是占有一席之地哦。你看我平日晚上去排成这样子，但也正代表说它有多厉害。在这个人人都做泡系鸡白汤的大阪呢，它可以从中脱颖而出。那它的泡系鸡白汤呢，酱底有酱油还有盐味可以选。那除了我自己以外呢，店家也是推荐第一次来朋友呢，先从他们的酱油酱底的泡系鸡白汤开始吃起。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汤的表面，大家看一下这个泡，光看这个画面应该就能够想象到它的口感有多绵密了吧？那它的鸡白汤在口味上是属于比较浓厚的那种，而且喝得出胶质感。泡呢是在汤盛起来之后，使用均值机打出来的奶泡。那我觉得它在用均值机乳化汤底的这个步骤呢，做得非常的完整，是真的能够确实提升它白汤的鸡汤鲜味之外，还多了一层 creamy 淡淡的奶香，喝起来非常的顺口。那加上它这个酱油酱底，这边要讲个题外话，就是我吃过非常多的大阪拉面，他们整体的酱油酱底真的都是稍微偏甜一点的酱油。那在这碗呢也不例外，等于说你一整碗汤呢，除了基本上的甜味跟乳化之后的泡带来的甜味之外呢，它还多了一个酱油的酱香气的甜味，所以整个汤底的层次非常丰富之外呢，也是非常够味的。所以我看我身边的客人呢，几乎都会点碗白饭，在最后吃完的时候加到汤里面，这样继续把它吃完。但呢，正如大家所知道，现在呢我是一个边吃拉面正在减肥减脂的人，所以呢，这样子的淀粉加淀粉呢，还是要尽量避免了。再来，他们家呢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厉害的点呢，是他们的酥肥猪叉烧。它切下来那个厚度，然后呢它控制的熟度非常刚好。因为这种酥肥猪叉烧的配料呢，其实常常遇到的问题是，就算你一开始呢，熟度是非常完美，但有时候呢会这个肉一泡进去之后，突然变得过熟，然后吃起来口感就会不太好。但是他们家的酥肥猪叉烧呢，在这个方面表现非常的棒。其实一混在汤里面，加上汤的温度上去，它吃起来哇，
那个熟度还是相当的完美，口感非常的软嫩。那再来还有鸡胸的叉烧，但鸡胸叉烧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发挥相当有限的食材，但就是一样，它的疏肥技术把它的口感控制得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个鸡胸肉当然也是好吃的。那对我来说，这家拉面阿卡基的泡气鸡白汤就是属于那种非常王道的泡气鸡白汤会有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台湾人吧，就算在台湾呢，你已经吃过各种的泡气鸡白汤拉面，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来吃吃看这家拉面阿卡基，看一下这个被大阪人所爱的王道的泡气鸡白汤的味道究竟是什么样子。再来呢，当然是少不了海鲜的汤底啦。所以呢，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这间店呢，是位在布施站，那它叫做鱼鱼面园。它的店名呢非常的简单直白，但如果要用一个更直接爽快的方式跟我频道的观众来知道这间店的话，直接告诉各位，这家鱼鱼面园呢，就是在大阪的尼波西玛尼亚。尼波西玛尼亚呢，它是在神奈川一家叫做黑崎康的主干专门店修行出来的。那这家鱼鱼园呢，我记得老板好像是那个黑崎康老板的同学之类的吧。它的那种模式呢也是一样，基本上每一次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限定啊。对，但有一点想要跟大家说，就是这间店呢，它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是，它相比黑崎康或者尼波西玛尼亚来说，它自己最定番的主打的品项呢是鲷鱼白汤的拉面。所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间店呢，它也是有一个自己特色的汤底存在的。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就是我这次来呢，就是点它的限定是龙虾的 creamy 冷面。首先看到这个红橘的色泽，就是大家所常见看到的龙虾汤都有的颜色。喝一口，真的是 creamy， 它的龙虾的鲜味呢是淡淡的，会慢慢从你嘴巴散开的那一种。然后这一次我第二吃有一个跟我1年前吃到一个差不多的感想，就是它的汤的口感都是偏浓稠的，但那个浓稠感并不是什么动物性的胶质带出来的那种浓稠感，而是昆布水会提供的那种浓稠感。我不确定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呢，汤喝起来给我感觉呢，就是海鲜味呢，同时还有另外一股鲜味在跟它做平衡。那个鲜味呢，就是昆布的味道。那它店里面招牌的鲷白汤冷面呢，也是有跟罗酒昆布做结合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些店面应该有用到相同的手法，所以吃起来味道当然是不用多说，但口感真的非常的特别。要我怎么形容的话，真的就有点像在吃龙虾口味的昆布水沾面那这个限定呢，确实也可以跟老板讲说你要做沾面版本那我就不确定做沾面版本的话它会长怎么样，可以留给大家来吃的时候呢，可以来试试看。那它的配料就是酥肥猪叉烧，然后它猪叉烧带有一点点小小的烟熏味，然后口感吃起来蛮像生火腿，所以意外跟这种比较西洋风的汤底搭起来没有什么违和感。好，那再来一样就是在这种主干拉面里面很常看到的配料是鹌鹑蛋，那它的鹌鹑蛋呢不但酱卤过之后呢，它上桌前它还会先炙烤一下，所以你看表面有点焦痕，吃起来就又会多了另外一种香气，我还蛮喜欢的。好，总之我觉得呢，一定会有观众看了东京冷面那支影片之后觉得哇，尼波西玛尼亚看起来好好吃但我下一次来日本旅行的计划刚好不是东京，刚好是大阪，怎么办？我如果想要吃到类似的拉面，吃不吃得到？嘿，介绍给大家，就是这间鱼鱼面园，大阪的尼波西玛尼亚，赞。都看到这边了，你们是不是一直很在意这个背景，想说让人你到底在哪里？没错，这次来到大阪的想说，为了节省时间可以跑更多的拉面店，我都是一吃完就回到饭店录制这个 reaction 介绍给大家。那这么舒适方面的住宿我是怎么订到的呢？当然是使用我们的乐天旅游。Rakuten 乐天旅游，日本第一的订房平台，现在呢已经有全新的中文界面，使用起来相当方便，多样化的在地选择，不管是商务旅馆、温泉旅馆，甚至到豪华露营的选项都有。而且呢，它不只是一个订房网站而已，里面呢还有日本当地伙伴撰写的专业行程规划建议，一边参考旅游的文章，下面的按钮按进去就可以直接找到附近推荐的住宿。我这次呢要快闪大阪跑很多的拉面店，我只要舒适刚好的大小就好，设定好我想要的预算区间，然后呢搜寻的时候把这个乐天旅游专属优惠直接给它勾起来。这些饭店在乐天旅游这个平台订绝对最划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个4重优惠，有房价折扣、优惠券，订房还自送1%的乐天点数作为下次折扣，或者是呢在乐天的其他服务上面也可以做使用。另外呢搭配指定的信用卡还会有专属优惠，选择想要订的房间后，到最后的结账页面就可以确认折扣后的最低房价，所有的优惠都可以合并在一起使用，就像你在玩游戏一样 ，buff 叠这么多层是可以的吗？嘿，乐天旅游可以。最后呢，这边还有一个优惠资讯即日起至9月20号还有专属的 Super Sale 住宿呢，除了本来的房价折扣外呢，还最高享有7折的优惠券，而且如果你现在要加入乐天的会员，还会享有新用户的95折优惠。拉面让人频道呢已经介绍了这么多好吃的拉面，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使用乐天旅游订房，出发到日本来场拉面冒险之旅吧。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家呢，也是我在 IG 上面介绍过超级多次，终于可以把它搬到 YouTube 频道的大荧幕。它呢是在福岛站的 Moeyo Mesuke 燃烧吧面住。这家店呢真的是我来大阪吃拉面这么多次，应该直到现在我还是会称作它是我心中的大阪 No.1。他们家呢主要卖2种口味，一个是酱油的鸭汤，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盐味的贝汤。然后呢这2个口味真的都非常好吃，但如果你硬要我选一个点的话，我应该会推荐大家先从酱油的鸭汤开始吃起。那当然如果你食量够大的话，这家店是可以连食的哦。来，首先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汤的色泽是不是很漂亮？大家看一下这个鸭肉的色泽是不是很漂亮？它这个汤的酱油的酱底呢，是属于比较偏甜一点的那种酱油。因为说真的，鸭汤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难煮出鲜味的一个食材，但是因为它配料的那些鸭肉呢，会用炭火烤过，所以呢，这个炭香气完整融入汤底之后呢，然后加上酱油的甜味，就能够更好的把这个鸭的鲜味给带出来，整碗汤的味道层次非常的棒。那它的面体呢，是稍微有点中等偏细的弹牙的面体，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爽快，台湾人一定会喜欢。那再来有个配料，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加点是一个不塔透喽，已经把这个猪叉烧煮到软嫩到会化开，然后还炭烧过的那个猪叉烧，非常好吃。另外呢，也奉劝大家早点到，因为它特制的那个 topping 可是会卖完。如果是酱油鸭汤呢，就额外加上鸭其他部位的配料给你。然后如果是有味的贝汤呢，上面又给你干贝之类的海鲜的配料。那最后呢，再说一次，他们家这2个口味真的都非常好吃。如果你食量没有大到可以连食的话，这家店你是必须要来2次的，好不好？OK， 那这家 Moeyo Mesuke 我心目中的大阪第一，直接在这边就先推荐给大家了。好，接下来呢就轮到沾面了。现在呢要带大家去的是位在西大桥站，它店的名字很长哦，叫做 Ikareta Noodle Fish Town。Ikareta 是什么意思呢？它在日文里面其实有很多意思啊，但是我觉得它放在这边的意思应该想要指它是一个不寻常的面，它不是一般的面，它并不一般。现在我记得应该是2年前的时候啊，我来大阪第一次吃到这家店，哇，真是太惊艳了！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一定要放到影片里面介绍给大家。那这家店的老板呢，他也是蛮有个性的。他们家虽然主要卖的产品，那老板呢也会不定时的出了很多限定。他甚至还在他 X 上面问说，接下来大家想要吃什么呢？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呢，有人留言说什么啊，好，我们再吃哪一碗哦这样子。然后老板会回答说啊，那碗哦，我已经做腻了，不想做，很好笑。然后这次来呢，我想说就是介绍他招牌蘸面给大家。结果呢，我在排队过程中呢，看到老板发了一个 X， 说哦，今天也有煮干昆布冷面哦，哇，怎么能不点？大阪的夏天的风物诗，对不对？反正冷面吃完没有什么负担，然后沾面嘛也没什么压力嘛，当然直接吃2份啊。这个，哇，我这次这样吃回东京要还债喽。来，大家先看这个冷面的视觉，多么的漂亮啊！但是它呢是可以选盐味和酱油。那我为了更能够喝到这个汤本身的美味呢，我就选了盐味。哇，它这个冷汤就是很王道的伊利口煮干，加上这个昆布的香气，喝起来超级清爽，那非常的鲜甜，而且很顺口。再来呢，是要让大家看一下我爱上这家的主要原因。你看这个面，它的这个自家制面真的超级好吃。它是这种平打的宽宽的纸面，这个带汤力超强，然后最厉害是它的口感软 Q 软 Q， 并不是那种冰镇过很硬、很有嚼劲的那种面。它的吃进去，你嘴巴像在嚼软糖的那种感觉，然后越嚼越香。哇，这应该是我在东京冷面里面完全没有吃过的口感，超厉害。然后它配料的鸭肉是疏肥过后呢，稍微有点炭火烤过，口感吃也相当好，而且味道超好吃。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紫苏嘛，我有说过，紫苏在你的面里面绝对不会错，有够适合。这里面另外一个厉害的地方呢，我觉得是它的转味。它的转味不是只有转味道而已，它还有转口感。加上这个山药泥会增加一个天然甜度之外呢，混到汤里面呢也会让汤喝起来更有口感。然后再来还有油葱酥，然后带有酸度的番茄，然后还有在昆布的味道上再加一层海味的这个碎海苔，结合起来整体的完成度超级高。哇，这样我应该也可以把它列为大阪每年夏天必吃的吧。希望老板不要做腻啊。好，那最后这碗面吃完的时候，拿起就附上个小白饭，然后呢可以像是 Otsutsuke 的方式来吃。但是因为我还要吃沾面，所以呢我就跟老板讲说啊，饭不用我没关系这样子。OK， 来了各位，这个2年前迷倒我的沾面，首先呢一定要跟大家讲，真的要早点来，一定要点我这个版本。我点的呢是它的招牌浓厚沾面，然后附上4片 Tokyo X 的猪叉烧。总之跟大家讲一下呢 ，Tokyo X 这个猪呢是一个很高级，然后呢新培育出来的一个超级好吃的猪的品种。你在很多 fine dining 啊或是高级的猪排店呢都可以看到这个 Tokyo X 的身影。
在这边就可以吃到，但是数量有限。好，回到沾面本身，先看一下这个美丽的面体，它跟阿昆布水沾面的面体一样，采平打然后直面的方式，但是它的颜色更深，也很明显能够看到它的全粒粉，所以光看画面应该就能够想象它这个面的香气真的超棒。到这边也要告诉大家一个为什么我刚刚说一定要点这个版本的原因，因为它那个 Tokyo X 叉烧呢一样会有炭火烤过，然后它是放在它的面上，那个猪的油脂香跟炭烧的香气，它居然会粘附在它的面上面，所以你沾这个沾汤，大吸一口，哇！这个味道层次真的不是一般的浓厚沾面可以比拟的，超级好吃。然后呢，它的沾汤呢就是浓厚豚骨鱼介系的那种沾汤。特别要说的是，它鱼介系里面那个鲜味，我觉得主干的味道非常的明显。它有一个重点是呢，它是有加入 spice 的，主干它那个抵御一点微微的苦味，把那个香料味道带出来。你第一次吃到东西的时候，你会有个错觉是，这怎么吃起来有点像咖喱沾面，那个味道的层次非常神奇，真的一定要请大家亲自来体验一次看看。好，再来就是这个重头戏啦 ，Tokyo X 的叉烧，它会给2种不同的部位。哇，我现在自己在看 review， 我超想再吃一次。天哪，这个猪肉真的是超级好吃，它给这个部位的肥瘦比例刚刚好。然后 Tokyo X 这种猪呢，它会有一个淡淡的奶香啊，我不确定可不可以这样讲，它就有点是猪里面的和牛，用其他动物来比喻。但是就是那种奶香，总之就是超好吃啦，点就对了。能够吃到 Tokyo X 拉面店真的不多，超厉害。那最后全部吃完了，可以把沾汤拿给店员，他会在厨房里面加入高汤，帮你调好师傅锅里，然后刷掉。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OK， 最后呢来回顾一下这集跟大家介绍的拉面，有简单暴力的面，有超级好吃的酱油拉面，有大家都喜欢的鸡排香拉面，有超级有趣的主干拉面，还有刚刚介绍的厉害沾面，太全面了，太丰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口袋名单啦。然后呢，也再次感谢乐天旅游对本集节目的赞助播出，有他们的赞助呢，我才能够精心把我企划的大阪拉面攻略介绍给大家。那精心企划会不会有下一集呢？